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抛光。很多同学在我的短视频下面有看到过关于抛光的，有刀口抛光和第一指关节的抛光。那么抛光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的刀口的打磨和第一指关节的碎屑打磨达到皮肤光滑的状态。打磨完之后，皮肤光滑就不容易长倒刺啊。因此抛光是可以让我们的作品达到极致美观，也可以让顾客的舒适度以及粘性变得非常好。所以抛光是在额式前处理当中非常必要的一个工作。那么抛光打磨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几颗啊，我们来看一下它们都是什么样的功效，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和区别是什么。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这3颗硅胶打磨头。那么硅胶打磨头顾名思义，它的材质是硅胶材质，然后按照顺序来讲，左边的这个是黄标的圆头，中间的是黄标的尖头，以及右边的黑标大圆柱头。那么它们按照色标来区分的话，前面2个黄标是相对来说比较细的，右边的这个黑标相对来说在硅胶头里面是比较粗的啊。按照我们之前学到的色标的知识，是黄、红、蓝、绿、黑是按照色标粗细的排列顺序，从细到粗的关系来排列的。那么如果是做手部皮肤抛光的话，我们用到的是前面2个打磨头黄标的。如果说是用足部抛光的话，我们用到的是黑标的。那么你也可以按照皮肤的质地来分，那如果皮肤相对来说比较细腻的话，我们用到的是黄标进行抛光。如果皮肤开花炸裂，有非常多的碎屑，相对粗一点点，我们用到的是黑标。也就是根据皮肤的粗细度，我们是可以分为黄标和黑标的硅胶打磨头进行不同皮肤的抛光区别。那么今天我都会给大家放上案例，让大家根据不同的案例进行学习。那么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是硅胶打磨头。那么金刚砂打磨头相对来说，它会比硅胶打磨头更粗一点点。你可以理解为抛光打磨头分为2类，一类是硅胶打磨头，一类是金刚砂打磨头。那么硅胶打磨头无论是黄标还是黑标，它的整个粗细值，这个硅胶系列的粗细值，它就细腻于金刚砂的粗细值啊，所以我们在进行刀口打磨的时候是用不到硅胶打磨头的，因为刀口打磨它更加需要有一定的排屑力，因此黄标的金刚砂就更适合于我们进行刀口打磨。我手上的这4颗打磨头，我们看它都是黄标，都是抛光型打磨头。首先第一个，这个是梨形打磨头。梨形打磨头更加侧重于在甲廓根部，也就是立面根部的位置。如果你用蓝标去磨完了之后，会有一些毛糙的地方，我们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这种比较 mini 的梨形打磨头进行犄角旮旯的抛光，就是你够不着的时候你用它啊。然后黄标当中的这个中间的小圆球是做什么的呢？是刀口或者是立面的抛光，大面积的抛光。那这个大面积指的是立面啊，这个大面积是立面，立面没有人会大于2毫米以上吧？啊，基本上不会的。所以这个小球头，这个2.6毫米，就是主要运用于整个立面的抛光，顺带帮我们的刀口进行打磨的。那么只要是带圆的打磨头，我们都是可以进行刀口打磨。因此第3颗的这个圆柱形的打磨头也是可以进行刀口打磨。由于它本身的身体比较大，它还可以进行刀口周围的甲廓周围的大面积的打磨抛光。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也可以用这种打磨头。好，那么最后一个打磨头，它是一个平价替代版，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啊，前面的这3颗打磨头，它都是属于大师版系列。大师版系列它的喷砂工艺是不一样的，它是钻石镀层，磨砂力啊，或者说它的排屑力会更强一些。然后打磨头不会生锈，因为它的钢材，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钢材是304不锈钢的，是完全的不锈钢。但是市面上很多打磨头，就是便宜的打磨头买到的，大家他说它是不锈钢，其实它是不锈铁。不锈铁它是会生锈的。因此时间长了会变得氧化，而且不干净、不清晰了。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定制的平价替代版，就是你觉得大师版的打磨头贵了，你就可以买平价替代版。但是平价替代版它也不影响使用。平价替代版和大师版的区别，主要是体现在材质以及喷砂工艺上面。咱们学校平台卖的所有打磨头，平价替代版和大师版都是出口级别的，你根据你自己的经济能力和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情况的就可以了，好吧？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3颗打磨头的操作啊，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梨形打磨头如何去实操。那么梨形打磨头这个是黄标，属于抛光型打磨头，因为它面积比较小，主要适合于我们的甲廓根部的墙根的抛光，或者是比较小的口袋，我们其他打磨头够不着，就用这个比较 mini 的作为补充。对于特别小口袋里面进行抛光，或者是高的口袋根部够不着，我们用 mini 的梨形头进行高口袋的根部顶起的抛光，都是用在最后一步啊。这个打磨头需不需要用，取决于你想做的精致程度。然后另外有2颗像红标和蓝标的小球头，它们是 mini 的球头，是什么用处的呢？我们知道蓝标是属于夹层皮啊，或者说是墙根立面那些毛碎屑有韧性的皮进行打磨的，对不对？红标就是常规皮肤，然后黄标是属于这种薄皮，或者说是你想要做细节的抛光的时候用的。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果你在进行抛光的时候，你不用前置处理液，那么抛光型的打磨头你也就不要用了，因为抛光型打磨头太细了，不用前置处理液磨不出来，所以使用抛光型打磨头是一定要用前置处理液的。之前有同学问可不可以用水代替前置处理液，这边给到的答案是不建议。先不说效果啊，单从打磨机开机蘸水这个动作来讲，对打磨机来说就是非常有安全隐患的。特别是如果你买的是比较贵的打磨机，蘸水1000次，你很难保证一次都不会机芯进水。开机的时候水是很容易旋吸到机芯里面去的，而水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这2年打磨机维修最多的就是机芯进水，这个对打磨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属于人为损坏，通常是不能保修的。使用前置处理液操作的话，皮损会非常小，使用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只需要一点点的前置处理液就可以了，放在它的墙根处啊，这个就多了。我们把前置处理液抹在这个虎口的位置，抹匀了之后它就变薄了，变薄了之后我们再去涂上去，它的吸收状态就更好。如果你用的是喷瓶式的前置处理液，你会发现喷上去你要等它微潮状态会等很久啊。然后最主要是4倍浓缩的配方啊。好，转速抛光一样的，都是2万到25000转啊，你自己来用你自己合适的速度，提起口袋来对墙根处进行打磨，整个要从立面啊，从拐点，从两边的甲沟，你看它有前置处理液的加持，它可以增加皮肤对打磨头的阻力，看这样墙根处它就更干净了。使用抛光型打磨头的前提是使用了其他碎屑型打磨头，已经把碎屑都打磨完了之后才会进行抛光的，看到了吗？这样抛光才会比较有效果啊。那么这个立面本身就小，如果你想要对它进行抛光的话，用这个做墙根处的抛光也是可以的，用它做墙根处的抛光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是梨形打磨头的抛光。好。那么另外一个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角质层和夹层皮特别多的一个案例。那么它在磨完刀口，就是小圆头磨完刀口之后，发现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橡皮筋，导致它的这个口袋收着立不起来，所以就用剪刀再去精细的去把这个橡皮筋夹在里面的那种够不着的橡皮筋去剪掉它。剪完了之后，那么口袋里面的毛碎屑，我们就是用梨形 mini 黄标去进行打磨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碎皮，所以我们再用前置处理液配合这个梨形的非常 mini 的小头啊，黄标的，切记啊，它现在已经是剪完之后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我们就用黄标的把它的根部给它重新再去给过一遍，这样是又进一步的进行抛光了。只要加了前置处理液，它就是进行抛光的啊，这点大家要知道，因为这个头比较小，它比较适合打口袋内部的这个位置。因为产生了新的刀口，我们还是一样的用黄标的棒形头进行上一步的这个刀口的打磨。皮肤比较薄的，我们就用黄标的打磨头去进行刀口的打磨。刀口磨完了之后，才会进行第一指关节的抛光。如果你的刀口没有打磨干净，直接用硅胶的抛光型打磨头去抛光的话，你是磨不掉外面的刀口，也磨不掉那些碎皮，它还是依然会长倒刺的。所以硅胶的打磨头使用一定是磨完刀口之后去用的，它是用来去磨那些碎的绒毛，就是像这样子，因为磨完刀口之后跟皮肤产生的撕扯而留下来的一个绒毛碎边，是需要用硅胶打磨头去抛光的，从而避免在1周左右会长出这种开花式的撕皮。接下来就是前置处理液涂上去之后，微潮的状态下一定要用前置处理液啊，不用前置处理液你磨不掉。微潮状态下进行整个第一指关节的打磨，磨完之后它的抛光状态就像开了滤镜一样的啊，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之前有人在我的短视频下面留言说啊，我是开了滤镜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两个皮肤抛光和不抛光，它的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要不要使用抛光这个手法，是根据你自己的收费，你做的要不要极致。那么我是觉得，如果你顺道把客人的口袋外面和刀口还有就是这个第一指关节抛光之后，你就能够得到提升。像这样长期以往下去，你的朋友圈的作品展现以及你顾客的粘性都会变得非常的高。再加上这样的作品更多的不是说你考虑到你的客户他配不配，更多的是你自己有没有主观意识的想要让你的整个收费标准也好，你的档次和你的各种去做一个升级。当你的作品变得好，你的技术变得好的时候，那么你吸引来的顾客通常也会认同你的技术价值。现在最可悲的就是顾客认为你没有什么技术价值，他跟你讨论的就是你的怎么钻多少钱，你用了那么一滴胶它是多少钱。所以对于技术认可的标准，其实前置处理它占了非常大的部分。现在大家都在做内卷价格，你只能被迫随波逐流的去做低价美甲。归根结底就是你没有差异性，你跟周围的店大差不差，款式大差不差，前处理大差不差，延长你也没有办法做到甲型改善，扇形甲、上翘甲、下钩甲如果同时出在一个人的手上啊，那你怎么样去做到塑形的同时延长的同时给它做到甲型矫正？从测试生出来，延长矫正过后，从测试看起来大家都是水平线是一样的。因此你的客户配不配做抛光是由你自己沉淀技术之后决定的，它也决定了你若干年之后沉淀出来的客户是高端的还是爱占小便宜的。好的，我们接着前面的教学内容看。那么我们来再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做整个第一指关节的抛光，我们可以用这个硅胶的圆形头进行抛光看另外一只手指这个是，然后第一指关节没有进行抛光，我们可以用它进行大面积的抛光。转速硅胶打磨头的转速是15000转整个第一指关节去给它进行抛光，然后加上前置处理液你看它有很多的碎屑转速是15000转。你没有前置处理液的加持就不行，就磨不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用这个打磨头，它的操作手法是什么？来看口袋里面就是你够不着的地方，口袋比较大的你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它，就是连带里面抛光、外面抛光都抛光了，但是就是它对墙根的位置打磨就没有刚刚那个小的梨形头针对性强所以抛光就看你自己需要哪一种抛光。你也可以把甲腹指腹去抛光都是可以的，那么皮肤就会看起来更加的细。好，都抛完了之后，我们用这个酒精把它擦一下，做一下对比所以抛光到底要用哪一种，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用就好了。我们再来对硅胶打磨头做一个总结，我们常规操作第一指关节操作就用第一个圆形头去操作就行了。那如果说这个人的口袋相对来说比较浑厚，口袋也比较大，你想顺道把口袋里面进行一个抛光，你就用第二个尖形的带着第一指关节一起去做。那你可以2选1，选这个头或者是这个头买一个头也可以，买2个头也可以，都可以你自己准备。那么如果说这个人他的口袋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大的头你进不去，虽然它尖但是大的头进不去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这个 mini 的梨形头进行口袋内壁、口袋底部、根部、墙根的抛光，让它立起来立得更高用的是这个头，就是看你自己的情况大口袋的我们直接用它进行口袋和第一指关节的抛光，没有口袋的只是进行第一指关节抛光，你就选它就行了，好不好？这个开花式死皮打磨的抛光型打磨头，我们过会儿给大家上一个案例看一下。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案例，前后对比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我们经常去接触含有丙酮的一些料体，比方说卸甲水啊、洗笔液啊，这些产品它里面都或多或少会含有一些丙酮，或者经常去触摸酒精过敏啊，都会容易产生这些开花式的这个死皮。那么它的打磨就是需要进行抛光的打磨，可是它跟我们前面用的这个黄标的打磨头、抛光头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因为它的这个开花式死皮的死皮比较长，就是开花的那个位置比较长，因此你直接用前置处理液搭配黑标的抛光头去磨它是磨不掉的，所以它要进行间接的打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磨步骤。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长的死皮打短啊，我们用到的是两侧硬剪的打磨头。由于硅胶抛光头只针对碎屑式的死皮进行打磨和抛光，因此我们还需要用黑标的这个苯甲刻磨头啊，这个苯甲刻磨头它是黑标 XC 的，因为它颗粒比较粗，所以才能做到苯甲产生划痕，然后从而产生抓附力。所以我们用这个黑标的苯甲刻磨头，把前面已经打短的死皮给它进行一个粗抛光，就是上面让它形成一个绒毛式的碎屑，这样的话才能有利于硅胶头的抛光。还是前置处理液涂上去，微潮状态之下进行粗抛光，把上面打短的死皮给它打碎掉。打成这样，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抛磨了刀口之后的这个状态。接着大面积碎绒毛的抛光，我们用这个黑标的抛光头去进行抛光，效果会事半功倍。它也比较适合足部皮肤的抛光。老规矩，还是用前置处理液给它均匀涂布，大面积涂布，然后让它在微潮的状态下，我们用黑标的打磨头进行整个大面积的抛光。你看它这个飞屑起来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说明它的功效和作用是非常有效的。最后经过抛光之后的效果，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像磨了皮开了滤镜一样的效果。